日前，中宣部授予海军南昌舰党委10代楷模称号。各大媒体对055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其中首次披露南昌舰遭遇外军舰机抵近滋扰、拿敌练兵的细节更是备受关注。那么，南昌舰驱逐舰作为航母的带刀侍卫，它的战力有多强？在远海训练期间是如何与外军舰机斗智斗勇？此外，中美两军重启对话释放出怎样积极信号？两军交流又存在哪些不稳定因素和挑战？本期节目，评论员曹卫东、李亚强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近日，官方报道披露了南昌舰在执行远海训练任务中多次应对外军舰机抵近滋扰的详细情况。2021年，南昌舰在首次加入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某海域执行远海训练任务中遇到特情。一天凌晨6时，两艘外舰先后大角度转向，试图穿越正常航行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当时我们就是一个编队在外海正常的航行，外国军舰一直在周围，它是有这个趋势想穿过我们编队，因为军舰嘛是这个海上的流动国土，你这是在赤裸裸的挑衅。此时正在南昌舰驾驶舱内掌舵的是一名95后女兵徐文倩，她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讲述了南昌舰应对外舰挑衅的紧张过程。就感觉驾驶氛围比较紧张，指挥员都在盯着战场态势，在研究。电台呀，还有周围的一些站位的同志、战友也是比较紧张，大家都盯着自己的屏幕。对于我方警告，外舰并没有回应，而是继续试图穿越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南昌舰不得不采取战术机动，及时阻止外舰的穿越意图。我当时能听到、能感受到的是不停的舵令，指挥员不停的这个下舵令，我要频繁的转向，转变我们本舰的航向，去阻止它穿越我们编队。我不可能让你有什么可乘之机从我编队穿过去。当被问及是否想过可能发生碰撞，徐文倩毫不犹豫地回答：“思考这个干嘛？干就完了。”高于一切，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当时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血全涌在脑子上了，就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就是到了，就这个时候到了。我不上等什么呢？最终，外舰见无机可乘，转身远去。另一次出现在2022年，正在西太平洋伴随航母编队执行远海训练任务的南昌舰，接到指令，作为编队少舰，前出近100海里，直面外军航母。突然来2架外国的战机，它突然一个俯冲下来，就非常近，它直接一个拉缸给拉上去了，那种气爆声非常大，就能看到它的尾焰。南昌舰直面外军对手挑衅，在持续对抗缠斗中，全舰官兵连续20余天时刻保持战斗状态。当外军飞机逐渐逼近的时候，我们的预警探测设备是全程追瞄，我们坚强有力回击了外军的挑衅。事实上，从公开的画面不难看出，这些外军舰机到底属于哪个国家？有观察指出，这说明中国海军编队赴远海训练期间遭遇个别国家舰机抵近侦察、骚扰已经是常态化。而这种用飞机超低空通过中国海军军舰上空，用军舰企图穿插中国海军编队航行的行动，都不符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挑衅意味非常浓。面对外军舰机高强度的抵近滋扰，南昌舰不畏强敌，在深海大洋与对手斗智斗勇，有效履行了航母编队带刀护卫的神圣职责。作为中国海军，我们在远海大洋上，我们不惹事，但我们也绝不怕死。海军南昌舰2020年1月12号服役，紧接着以出航及出征的战斗姿态，远航白令海，战巡太平洋，演兵西沙、南沙，圆满完成多次重大任务，开创人民海军史上多个第一。那么，作为海军新质战斗力的代表，南昌舰作战能力到底有多强呢？南昌舰是国产055型驱逐舰首舰，舷号101，满载排水量约13000吨，是当之无愧的万吨大驱。从外形上来看呢，南昌舰全长180米，有接近15层楼高，就像一柄银色的巨剑直插海天之间。它有着非常现代化的隐身设计，大量雷达和电子设备集成于桅杆，使得全舰显得异常的简洁，能够显著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
大吨位不仅意味着续航力大、远海航行能力强，还意味着能够搭载非常多的武器装备，让整艘舰的综合作战火力变得十分强大。据官方报道，南昌舰拥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其中舰首甲板64个，中后部48个，使用的是一款通用大口径垂直发射装置，可以根据需要装载多种尺寸、多种用途以及冷热2种发射方式的导弹。舰上官兵表示，南昌舰是攻防兼备的海上多面手，能够执行防空反导、反舰、反潜等任务。而最为突出的呢，则是防空反导。换言之，它的核心定位是一艘防空舰，可以为航母编队打开一个金钟罩。按照国际通用惯例，一个航母战斗群包括一艘航母和数艘护航的驱护舰，以及一艘攻击型潜艇、一艘补给舰。在防空方面，构筑有3道防线，第一道是舰载机，在300到500千米左右；第二道是驱护舰上的中远程舰空导弹，在100到300千米左右；而最后一道则是各艘舰上保护自身安全的近程舰空导弹、近防炮和电子战系统。南昌舰上布置的112个垂发装置，可以装填数量较多的区域舰空导弹，在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支持之下，能够有效地抗击敌方各类空袭武器的饱和攻击。以防空作战的具体战术为例，如果遭遇敌方4机编队发射8枚导弹的袭击，只安装有64个垂发单元的驱逐舰，可能2个拦截波次下来，防空导弹就打光了。而南昌舰则可以抵挡4到5个波次的攻击，为编队撑起更有力的保护伞。除此之外，南昌舰还装备有先进的声纳系统、反潜鱼雷发射管以及双机库，综合反潜能力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一流水平。南昌舰还装备世界先进的指挥、通联和传感器系统，拥有非常强大的对空监视、空情保障和通联引导能力，能够充当指挥舰的角色。如果编入航母编队当中，它作为防空指挥舰，可以探测周边空情，并及时接收其他舰只和飞机发来的信息，然后再迅速告知编队其他舰机该去哪里和该干什么。这样航母就能够腾出手来，更好地指挥航空作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毛泽东主席在视察海军部队时，在人民海军的舰艇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而他当时所在的舰艇就是南昌舰。如今055型驱逐舰首舰沿袭了人民海军首艘驱逐舰南昌舰的威名和光荣的舷号101，它也不辱使命。入列4年，在世界地图上留下了一道道驶向深蓝、纵横远海大洋的强军航迹。4年来，05型万吨大驱家族不断壮大。最新一艘05型驱逐舰咸阳舰，2023年4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的队伍，从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截拦起航，执行战训任务。至此，中国海军已经有8艘05型驱逐舰官宣服役。它们分别是101南昌舰、102拉萨舰、103鞍山舰、104无锡舰、105大连舰、106延安舰、107遵义舰、108咸阳舰。有句话说，真理只在导弹射程以内，不全部中断，而这一切的责任都在美方。去年11月15号，中美2国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会晤。人民日报当时报道称，2国元首同意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包括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在第17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上，中方表示，愿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与美方发展健康稳定的两军关系，共同落实好2国元首旧金山会晤涉军重要共识。美方应正视中方关切，多做有利于两军关系发展的事。有评论指出，中美两军恢复对话有着积极的实质性意义，可以显著降低双方误判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这次重启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只要双方坦诚相待啊，在这种对话会晤当中，各自阐明各自的立场、原则、底线，那么对整个的区域和平、世界和平，减少误判和冲突，还是会发挥正面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不过，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向来说一套做一套，从未停止对中国正常军事活动说三道四，介入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的脚步。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签署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大幅增加军费，是一部以武谋霸的法案。解放军报发文指出，该法案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内含大量排华、恶华条款。比如，该法案以中国为假想敌，拨款370多亿美元升级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1690亿美元采购新型武器装备，1460亿美元研发新兴关键技术，目的就是要保持对华压倒性军事优势。此外，该法案还包含大量涉台危险条款，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其中包含进一步落实对台军售，每隔180天向国会报告交付过程，与岛内防务部门协调，为之建立全面性培训计划，强化防卫能力，定期更新从台岛撤离非战斗人员的行动计划等等。上述条款都在为战争做准备。这也充分说明，美国已经不满足于以台制华的传统套路，正试图将台岛改造成消耗中国的堡垒。上个月中，美国国务院批准了新一轮对台军售，总价值约3亿美元。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2次对台军售，也是2023年的第5次对台军售。有评论指出，当时正处在2024台湾选举的关键时期。美国通过宣布对台军售，帮助台湾培训士兵使用尚未接手的设备等手段，公然介入台湾选举，搅动台海局势的意图非常明显。有一部分政治人物呢，是把炒作中国议题作为他自己博取关注的手段。那么一部分军界人士呢，是为了借此呢彰显自己所谓的强硬的这种色彩，那么给自己未来在军界跟政界的发展呢去博取资本。而工业界跟商业界的一部分人士呢，当然我们说他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在对台军售中获得利益，所以这些人不断地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比如媒体和其他的资源，去绑架整个美国的政策。对于美方的险恶用心，中方多次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丝毫妥协退让，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将有关承诺落到实处，停止武装台湾，反对台湾独立。日前，第17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自2021年以来双方首次举行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也是在不到1个月内中美两军第2次互动。那曹先生，中美两军重启对话有怎样的积极意义呢？我们说中美两军的关系啊，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而我们现在啊，就是重启对话机制，或者是恢复这种对话呢，对增信事宜，对增加两国啊，就是相互信任、不冲突、不对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美国呀，他寻求和中国军方的这种对话呢，是要找护栏，就是他总是在问，我的战机、我的军舰，或者是我的军事力量在你周边的部署，在你周边的行动，哪里是一个护栏，哪里是一个底线，他总是在寻求啊这样，一个问题。而中方呢，对美国的态度则是，我们应该相互尊重，就是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所以呢，大家就是进行沟通联系的时候呢，他寻求的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看到啊，就是谈或者是说我们这种沟通总比不谈好，这个交流总比对抗好。中国国防部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丝毫妥协退让，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坚决反对台独。李先生，您如何分析美国目前的对台政策？为什么说以台制华注定失败呢？那么近年来，随着美国的整个的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对我们把我们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之后呢，美国人呢对我们采取了更多的围堵、牵制、打压，甚至是制裁。那么他们在台湾政策上也随之也进行了所谓的相应调整，更多的是想把台湾作为牵制我国的一个抓手、一个把手，以作为这个来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制造麻烦，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从这一点来说，美国人想让我们让步，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没有认清楚我们国家在台湾
问题上的坚决立场，轻视了我们中国人民要维护祖国统一、实现祖国统一、保持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我们国家领土完整这样的决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人的判断、美国人的估计、美国人的算盘是打错了。从这个一点来说，我们国防部向美国更明确无误地传递出准确的信号。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我们的措施也是坚决有力的。